在东北，结一次婚像过冬，离一次婚像断头。问题是，越来越少的人愿意等春天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现在每次刷到东北2个字，后面跟的不是下雪就是离婚。据民政部最新公布的2025年第1季度婚姻登记数据，全国离结比排行中，黑龙江、吉林、辽宁位列前3，紧跟其后的是同属北方的内蒙古。其中，黑龙江离结比高达63.2分号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每100对结婚的人，就有63对同时在离婚。这个数字看上去荒谬得像笑话，但它背后藏着的却是无数东北人不堪生活之重，被命运碾压后的真实哀嚎。婚姻从来不是孤岛，它映照的是整个社会的断层与崩裂。东北的婚姻为什么比全国其他地方更容易垮？看似是房子、感情、性格的问题，实则背后藏着一连串更深层的结构性伤口。离结比的飙升，并不是情感不忠或者性格不合的小情小爱，而是几十年产业断层、人口流失、生活无望的具体体现。首先，我们得搞清楚一个最容易被误解的数字：离结比不等于离婚率。离婚率是以总人口为基数，计算一定时期内每1000人中有多少对夫妻离婚，而离结比是离婚数除以结婚数，看的是离的和结的之间的关系。2025年初，黑龙江结婚登记仅 1.1 万对，而离婚登记高达 0.7 万对，离结比 63.2%。这个比例背后是婚姻信心的冰点，是寒冷土地上人们对未来的沉默和怀疑。有人会说，东北离婚多是因为假离婚买房，但事实呢？现在还有多少人会在东北买房？2025年3月，哈尔滨房价跌破万元，多个楼盘价格回到10年前。沈阳房价连续14个月负增长，长春的打折楼盘送车位都无人问津。既然没人买房，自然也就没有人为买房离婚。和南方大城市那些为抢房名额演戏走流程不同，如今在东北，很多人连1套房的贷款都快撑不下去了，又哪里还有余力去搞假离婚那一套？那些离婚是真的过不下去了，不是技术操作。要理解东北的婚姻崩塌，就得从上世纪末那场无法回避的伤痛说起，90年代末的大下岗潮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，1998年至2002年，全国国有单位职工减少超4000万人，其中近40%集中在东北3省。那几年，遍地是工厂倒闭、铁门上锁、职工宿舍门口贴着欠薪停水的红纸条，家庭的顶梁柱塌了，孩子学费断了，饭桌上只剩白菜和土豆。东北人那种铁饭碗的自豪感被一纸通知瞬间打碎。婚姻呢，就是在这种绝望的背景下，一点点被拉扯破碎的。下岗不仅带走了收入，还带走了尊严，而尊严一没，夫妻之间的信任也就散了。而年轻人已经选择用脚投票离开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末，黑龙江常住人口较上一年减少40.7万人，连续第4年人口净流出超30万。他们去哪了？去了广东的电子厂，去了一汽之外的东风日产，甚至远赴重庆当骑手。家空了，丈夫走了，妻子留在家里，母亲独守空床，孩子电话那头只听见机器轰鸣。这种空间撕裂是离婚的温床，夫妻情感没有共识，没有交流，距离再远，心就先冷了。而那些留下来的人呢？面对生活压力，也在慢慢失去对婚姻的依赖和幻想。东北人的性格里一直有种率真与果敢，过不下去了，那就拉倒呗。不是一句脱口而出的狠话，而是几十年文化沉淀后的务实选择。别小看这句话，
它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文化，东北的移民文化和工业文化，让人们对婚姻没有那么传统执念，没有强宗族约束，没有必须忍耐的陈规。更关键的是，女性在东北一直相对独立、强势，能挣钱。据国家卫健委2024年数据，东北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10.4年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，城镇就业率为 68%， 远超西南地区。也就是说，东北女性是有钱也有底气的，她们不靠男人养，不需要靠婚姻活命，自然也就不怕离婚。她们要是不高兴了，转头就走，不拖泥带水。不仅仅是离婚，结婚的人也越来越少了。根据民政部最新数据，2024年全国结婚人数为 681.2 万对，创下1978年以来新低，其中东北3省占比不足 4%。婚姻早已不再是每个人的人生必经之路，反而成了年轻人口中的负资产。东北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单身自由，去南方拼事业。结婚养不起，生孩子更不敢。据第一财经报道，2024年黑龙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6.37 千分号，吉林为 5.89 千分号，辽宁为 5.53 千分号，连续5年为全国倒数前3。这个速度下去，东北的人口崩塌真的只是时间问题。而东北的婚姻现状只是全国更大危机的先兆。这场婚姻的系统性崩塌正逐步蔓延到全国。2021年起施行的离婚冷静期制度，表面上似乎让离婚人数下降了。2021年协议离婚人数同比下降 44%， 但与此同时，法院审理的诉讼离婚案件却暴涨了。2023年，全国法院一审受理离婚诉讼案件超过210万件，较2020年增长超 38%。也就是说，冷静期并没有拯救婚姻，只是把离婚的方式从窗口柜台转移到了法庭战场。数据变了，但痛苦没变，甚至争吵、伤害和成本变得更高。有多少人在冷静期的30天里被家暴、被冷战、被心理摧残？而最后，他们仍然义无反顾走进法院的大门。离婚没少，只是从窗口走进了法庭，过程更久，代价更大，情绪更烈。冷静期不是治愈良药，而是新的伤口。离婚不再是少数人的选择，而是一场全龄溃败。30岁的人闪婚闪离，三观不合，婆媳冲突成为关键词。40岁的人咬牙坚持，为孩子撑到高考后立即解脱。50岁的人终于不再将就，孩子成家后果断抽身。中国妇女报2024年报道，50岁以上女性主动提离婚的比例已达到 42%。婚姻的坚固堡垒在生活的风雨中被一寸寸侵蚀，而昔日成家立业的必经步骤，如今更像是负债风险的起点。2024年，全国7成以上城市房价同比下跌。东北城市的房子不仅贬值严重，而且极难出手。婚前买的房，离婚时成了烫手山芋，一人承担按揭压力，甚至被银行收走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人们反而更倾向独处。一个人生活虽苦，但至少不用承受双倍压力。更深层的问题是，越来越多人压根不相信婚姻了。Boss 直聘与清华大学发布的2024青年婚恋就业报告指出，35岁以下青年中有 22.7% 的人明确终生不婚，女性比例高于男性。单身不是权宜之计，而是主动选择。而婚姻制度的动摇，影响的不只是个人情感，更关乎整个社会的稳定结构。从生育率、养老机制到教育资源分配、城乡结构演变，婚姻的断裂波及甚广。
2024年总和生育率跌至 0.98， 远低于替代水平 2.1。全国独居人口突破9200万，占比 6.5%。60岁以上人口超过3亿，占比 21.8%。这一连串数据背后是沉甸甸的现实。婚姻不再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，而逐渐成了时代动荡的回声。别再用俏皮话调侃东北人怎么全离了，那不是段子，那是一个区域几十年经济萧条、结构失衡的惨烈代价。它就像一个大型社会实验室，预演着中国婚姻可能的终极走向。人口流出严重，女性话语权提升，传统宗族消解，婚姻由刚需变为高风险投资，不婚不育成为主流选择。年轻人早离，中年人硬扛，老年人断舍离。东北不是个案，而是先发地带。今天的黑龙江，明天的山东、安徽、江西，甚至北上广也未能幸免。婚姻的终极形态可能将不再是执子之手，而是搭伙过日子。不领证、生孩子，两地分居，各自独立，经济合伙，精神陪伴，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新常态。传统的婚姻定义正在被彻底重写，家庭的内涵也将随着生活模式的转变而不断松动。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婚姻怎么了，而是这个社会还能给婚姻怎样的土壤？若现实冰冷刺骨，又有多少人愿意赤身裸体地谈一场注定受伤的恋爱？东北并非笑谈，而是预告，一个关于婚姻、家庭、情感、结构全面下沉的预告。